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 Python 资料前处理。目的我们要透过资料的前处理，可以清理掉一些无效的，还有异常处理的数据，让数据代表性跟适合的分析来建模，来提高资料的品质。那在数据的前处理的步骤里面的话，我们会有这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初步的探索资料，来理解资料的分布，然后发现异常与问题。那第二步骤是处理缺失值，然后呢有重复不一致，然后常常发生异常的值等等的问题。那第三步骤是将来自不同来源的资料合并，做连接。第四步骤就是选择合并，那删除特征的样本，减少资料集的规模。第五个步骤是标准化、正规化、编码、转换，然后呢将数据适合的分析格式。最后的步骤就是有特定的情境进行资料的强化，然后特别训练资料集有没有不足的地方，再做清理。那在资料的读取这边的话呢，它是一个资料分析里面的第一步，目的是在外部的数据载入 Python， 那后续的话做分析模组的建制会打下蛮好的基础。那数据的来源的话，格式来自于多样化，所以数据的读取的灵活性是非常的重要的。那 CSV 的话的资料，它是一种常见的数据格式，它是用逗号来做分割的不同栏位。那非常适合在数据导入导出使用。那读取 CSV 的资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删除行尾换行的符号来做切割，来逗号的分割的部分栏位。那逐步读取这个文件。那最后的话，将每一行的资料储存在列表或字典里面，以便后续的处理。那 JSON 的资料的话呢，它是一种键值对的部分的结构。它是来描述资料的格式，便于阅读跟解析。所以呢 ，JSON 这种格式的话，比较广泛被做资料的传递储存，因为它简洁易容易懂，所以大部分在做程式语言的话，都可以解析 JSON 的工具跟函式库，都有包含。那在读取 JSON 的资料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载入 JSON 的模组，在 Python 的程式语言里面。那使用这样一个功能的时候，接着我们使用JSON 的 load 的函式来读取 JSON 的字串。那这样的函式里面的话，将 JSON 的格式的字串解析为 Python 的资料结构，例如用储存在字典或列表里面更方便操作。那资料的探索这个部分，在资料探勘的话，我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快速的去理解数据的结构、资料的型别以及发现潜在的问题，为了后续资料的清理跟分析做最好的准备。那数据的话的探索，主要还是分了4个步骤。这个是检索资料的结构，然后第二个是基本的统计，第三个的话呢是那个缺失值与重复值的检查，最后一个是资料的分布与相关性的检查。那在检视资料的结构里面的话呢，它是资料探索里面的第一步，也可以帮助我们快速了解资料的基本的结构跟内容。那所以我们就要去检查它的栏位跟它的资料的型别，读取这个档案的前几行，来快速了解资料的内容，然后还有手动解析标题行跟资料行，检查每一个栏位的名称。还有资料型别是否是非空值的数量。那基本统计里面的话呢，我们会常用这个统计的函式，对每一个数值栏位进行统计，以便了解它的分布，还有集中的趋势，还有它的变异性。那缺失值的检查的部分的话，缺失值的话，在检查的时候是资料探索里面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那资料里面有缺失值的话，会造成分析的准确还有模型的稳定性，所以因此特别要注意这一点。那重复值的检查里面，重复值的话可能会导致统计分析的话的
计算偏差，也会将结果失真影响分析的准确性。那以下的话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范例，就是集合储存已经出现的资料，在列表中的话，我们会找到一个重复的资料的部分。那资料的分布与相关性的检查，在检查这个数据的分布的情况的话，以了解是否存在在异常值，或者是否有合理的分布模式。通常的话，我们会让视觉化工具来辅助检查。此外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基本的计算工具、统计工具、相关性还有计算来分析理解这个数据的特性。资料的清洗，就是指的是辨识并处理数据中的无效、错误、不一致性、不完整性的数据，然后呢，来提高这样一个资料的质量的部分，确保数据的准确度、完整性跟一致性。那在资料清理部分的话，就会去除这种重复值还有遗漏的部分，资料遗漏的部分，转换资料的类型。然后呢，清理的话过程当中有效提升了模型的准确性跟稳定性，然后呢，降低让数据的错误的结果的负面影响。那在缺失值的处理，如果缺失值的话的比例很小，删除这些函的话，可能会对整体分析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那风险的话，可能会导致样本数减少，因而影响结果的代表性。那特别是在数据量的本身有不大的情况下，会有蛮大的影响。那缺失值的处理部分的话，假设有固定值，如果用0或其他值来补的话，在适合状况下的话，是不希望引入一些偏差。重复值的处理的部分的话，重复值通常的话，取决于分析需求跟数据的特性。那可以完全删除这种重复值，或者是保留一笔重复的值，删除其他重复的那个资料。然后呢，再来是符合条件的话，合并这些重复值的部分。那重复值的处理面的话，如果你是保留一笔重复值的资料，删除其他部分的话，如果保留同目里面的话，每一笔都是相同；保留一笔的话，其余都是删除的。那不一致性的处理的话，会有以下处理的方案，有标准化格式、统一分类以类别的标签，还有删除单位的不一致性，还有处理它的重复，还有冲突数据的部分。那再来是资料类型的转换，以及填补或移除不一致性的数据。那在不一致性的处理面的话，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标准，其中一个方法标准化格式，那这个会让数据格式标准化，像日期就会统一或大小写也会标准化那你的名字的栏位的话，就有大小写都统一还有统一的分类或者是类别标签，这时候呢可以使用统一类别的数据像如果你是有不同名称不同地点使用建立字典的话，就这样让这些变数的那个值都是统一的。那在异常处理里面的话，也要处理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异常会有其他数据里面过于偏离数据点的部分，可以让你的数据输入错误的时候会有极端的反应。这样的处理方式的话，会删除异常值或修正或者是替代标示异常值的部分。那可以透过统计或图表方式来标示这个异常值。那在异常处理里面的处理的话，我们要设定合理的范围，用于条件的筛选资料，在于合理的范围内，以利于后续的分析。那在资料的缩减，它是一种资料处理的技术。那在减少资料集的大小，同时保留了核心的资讯。这时候呢，有助于提高数据的处理跟分析的效率，尤其是大型的资料集的时候，资料缩减的时候，目标是可以确保有用性的资料保留下来，那减少不必要的细节，还有重复的数据。那模型训练的话，计算是更有效率提高的。那在资料缩减里面的话，我们会常看到的第一点是特征选择那从原始的资料
会选出重要的特征，去除无关或相关性比较低的特征。这样的话可以减少维度，那资料代表性的话，找到资料的代表性更加速计算。然后特征的提取的部分的话，适合合并来转换创新性的特征。那这样这些特征的话，可以简化原始特征，能保留大部分的资讯。那在资料收集里面的话接着我们会提到的就是资料的抽样。那这个包含了大量的样本的数据，可以选取这样一个代表性的一部分的样本来进行分析，以减少样本数。然后呢，在聚合这边的话呢，我们就会把相似的数据群聚分群，那透过群的代表原始资料的个别的资料的特性的部分。那在资料收集里面的话，有离散化，它是将连续的资料的话转为有限的类别跟区间，像例如年龄的区间，那接着呢，资料的转换，它是指原始资料的话转换成另外一个结构的形式，以便我们更精准有效的将数据分析模型训练的时候，可以转换成可以资料的缩放或者是归异化，或者是编码聚合多种的操作让资料的话更适合后续的分析。那在资料的转换里面的话，标准化它是用于数据转换为零均值的部分，还有单位标准差的分布，那平均的为0，然后标准为1的一个常态的分布。那正规化的部分将数据缩放到指定的范围，接近于0到1之间。那在数据转换里面的话，我们也会看到有资料的编码，它会将分类资料转换成数值的形式，那使得模型能够处理常见的编码方式，打包它的标准标签跟它的独乐的标签。那标准标签的部分的话呢，这个会有每个类别里面的话转换的整数的方式，而独乐的编码的部分的话呢，它每个类别里面的话转换的话会有一组2元进化的编码方式，它可以这样的可以避免模型的话的类别之间的话有顺序的假设。那资料转换里面的话有分箱，那分箱的话呢是将连续的数据那分为离散间的区间或者是范围，那数据具有代表性，减少数据的那个噪音。分箱适合在数据的异常值，然后呢在数据的简化为类别。那资料转换里面的话呢，里面会有那个数学的变换，那对于对数的转换、平均跟等那个数学的操作，可以减少数据的偏袒的部分，使得更接近正态的分布。这样一个统计分析跟机器学习的话是比较重要的。那资料的扩充可以将现有的资料与外部的来源进行整合。目的就是来提高这样一个资料的丰富性、完整性，以及资料与分析的能力。那在扩充方式的时候，可以使用第3个资料库来获取资料的部分。它可以使用在政府的开放资料，还有对于历史的数据，还有跨部门资料进行扩充。那在资料分割里面的话呢，它是将数据划分成训练集。还有测试集，还有验证集，那用于在数据的分析，来做调参和评估。那这样的分割的话呢，能有效避免过度的拟合，提高模型未常见的数据上的预测能力。那并使用的测试集里面做公平的评估。那在资料分割里面的话，在训练集里面的话，会用来训练模型的资料集。这个模型里面的话的训练，来学习并找到规律与关系。通常训练集的话会占资料集里面的60%到80%。那测试集的话是用来评估训练后的模型的表现。那测试集的部分的资料，在训练过程当中没有被使用过，所以因此它在检验
那个模型的时候有防滑的能力，确保模型不仅能够在资料那个训练资料上面可以有表现良好，也可以有一些测试占据的那个资料集的话，都是在20到40%。验证级的部分是用来训练调整过了模型的超参数，那帮助选择比较佳的参数设定。那所以呢，再来是交叉验证中的话，训练级的话会更进一步分成子集来做交叉的验证。那在资料分割里面的话呢，我们会有随机的分割。那透过随机的将资料集分成训练、测试跟验证，这是一个简单而常见的方法。但是呢，可能会因为资料分割不均匀而引入了偏差。那在储存处理后的资料，那 Pick 的档案它是蛮适合在跨 Python 执行的环境里面保存、加载这样一个对象，然后特别是在机器处理跟大型语模型的时候使用。那在储存处理后的资料，那 CSV 文件也是比较简单的，比较通用性，然后适合在中小数据储存与分享。那在储存数据后的资料里面的话，也蛮常看到的是 JSON 档案，它是用来储存结构化的资料，例如字典跟列表，并希望透过资料的话有良好的可读性。以上的话是我们对 Python 前处理的一个介绍。感谢你的聆听。